朋友们，今天是2026年的开年第一讲，我是周杰。我不祝大家新年发大财，因为在眼下这个物价还没完全稳当的年头，谈发财实在太沉重了。就讲一件关乎你我钱袋子的要紧事，看紧你的退休金。为什么开年说这个？因为我刚送走一位住在圣盖博的王叔叔，他拿着银行账单来找我，手都在抖。他和仓库的老伙计干了30年，工资单差不多，但这个月社安金竟然比别人少了$200。我一看就明白了，这不怪他，怪的是社安局那台冷冰冰的计算机和一套复杂到极点的算法。2026年不一样，社安局完成了一次罕见的基准大调整。很多人都以为每年那个 COAOA 涨幅，比如涨3%，就是所有人的退休金都加3%，大错特错。这正是我们很多人规划退休时踩的第一个坑。我紧急提醒大家，有5个特定年份出生的人，你们中了退休彩票，因为你们退休的时机正好卡在2024到2025年高通胀的黄金窗口期。结果就是，你们在2026年领钱的计算基数，会比早一年或晚一年退休的人永久性高出7.5%甚至更多。这意味着未来20-30年，你每个月都能多出不少底气。但如果没在这个名单里，或者稀里糊涂选错了开始领钱的年龄，你损失的将是未来总值可能超过$10万的真金白银。今天我就把这些藏在联邦法案汇编里最算计人也最值钱的规则秘密，一次给大家扒清楚。如果您觉得我说的有道理，如果您想让更多身边的人提前看到风险，做好准备，请您务必动动手指，点赞、收藏、转发，或者直接下载保存到您自己的设备里。接下来进入正题。首先，到底是哪5个年份的人这么幸运？为什么同样面对通胀，就因为你出生年份差了1-2年，结果天上地下？这背后的底层逻辑到底是什么？其次，2026年的社安金新规里藏着什么一般人看不到的杀招？为什么我说，如果你今年还在工作，你的社安金搞不好会面临腰斩级别的税务打击？最后，也是最重要的，我会给你一份保姆级的实操指南。面对2026年这个复杂局面，我们该怎么填表，怎么核对，怎么把本该属于我们的每一分钱从山姆大叔指头缝里给抠回来？这期内容直接关系到你下半辈子的生活品质，咱们现在就开始。在揭晓那5个幸运年份之前，咱们得先补上一堂历史课。你只有弄明白了美国政府现在有多穷，你才能理解他们为啥要设计出这么弯弯绕的算法。美国的社安金制度建立于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，初衷很简单，工作的年轻人交税，退休的老年人领钱。那时候差不多是40个年轻人供养一个老人，这游戏怎么玩都稳赚不赔。可时光快进到2026年的今天，大家看看现实，婴儿潮一代已经全部退场，紧接着 X 世代也开始大规模步入退休年龄，现在是几个年轻人养一个老人，大概只有2.7个。社安金那个巨大的信托基金池子，按照现在的消耗速度，预计在2033到2034年左右就要见底了。这就好比家里的米缸，眼瞅着就要咬光了。所以最近这些年，从联邦政府到社安局，都在玩一个非常微妙的游戏，他们在不动声色地微调规则，他们不敢明着削减福利，那是政治自杀。但他们可以通过复杂的通胀计算公式，通过偷偷提高完全退休年龄，通过冻结税务门槛，来变相的让你的钱缩水。很多朋友看到2026年 COAA 的数据出来了，觉得涨了就是好事。大家一定要记住我周杰的一句话，社安金的调整从来都不是给你加薪，它只是为了让你在物价飞涨的超市里勉强维持住去年的购买力，不让你跌得太惨而已。咱们回顾一下历史，上世纪70年代，尼克松总统签署法案，让 COLA 自动调整。这本来是好事，但问题出在他用的衡量标准 CPIW，
也就是城镇工薪阶层消费价格指数。这里有个天大的坑，社安局用衡量上班族花费的指数来决定给退休老人涨多少钱。但 CPIW 统计的是啥？是汽油，是电子产品，是新衣服的价格。可咱们退休老人花钱的大头在哪？在医疗，在处方药，在护理服务啊。过去这2年，美国医疗通胀的速度远远超过了普通商品的通胀，这就导致一个结果，表面上你的社安金涨了 3%， 但你实际面对的生活成本涨了 6%。这就是为什么2026年的这次调整如此关键，因为对于某些特定年份的人来说，他们获得了一个超越普通 COLA 的特殊加成。这可能是他们对抗这种隐形缩水的唯一一根救命稻草。2024和2025年，美国经历了一轮非常顽固的粘性通胀。虽然美联储把利息降下来了，但物价的基数已经高高在上，下不来了。社安局计算公式里有个最核心的参数叫 AIME， 也就是平均指数化月收入。这个数不是看你退休前1年的工资有多高，而是把你过去35年的工资收入，通过一个叫指数因子的系数，折算成现在的钱。重点来了，这个至关重要的指数因子是在你年满60岁那一年锁定的，这就造成了一个神奇的时间窗口效应。如果你的60岁生日刚好撞上了高通胀年份，那么恭喜你，你过去35年赚的每一分钱都会被乘上一个巨大的放大系数。这就好比买股票，你刚好在最低点全仓抄底，然后大盘一路暴涨。这就是为什么在同一家公司干同样工作的老王和他的老伙计，仅仅因为出生差了2岁，退休金就能差出一大截的根本原因。这不是歧视，这是数学，是藏在算法黑箱里的命运方程式。那么，究竟是哪5个年份的人在2026年迎来了他们的高光时刻呢？这里的逻辑有点烧脑，大家仔细听。社安局的算法有2个关键节点：60岁指数化锁定年和62岁最早领取资格年。在2026年，下面这几个年份出生的朋友，你们属于绝对的利益优势群体。第一梯队，1964年出生，2026年刚好满62岁的朋友，你们为什么幸运？因为你们是婴儿潮的末班车，在2024年满了60岁。2024年是什么年份？是美国平均工资指数因为通胀而大幅飙升的年份。这意味着，当社安局计算你们的社安金基数时，会用2024年那个极高的工资指数来放大你们一辈子的收入记录。你们退休金计算的起点，从一开始就比1963年或1965年出生的朋友高出了一大截。如果你是1964年生人，我真心恭喜你，你站在了通胀红利的浪尖上。第二梯队，1960年出生，2026年满66岁的朋友，你们的幸运在于巧妙地避开了早领的惩罚，同时又恰好吃满了整个高通胀周期带来的 COLA 累积红利。你们即将在66到67岁之间达到完全退休年龄，现在开始领取，相当于把2022到2025这几年通胀最肥美的鱼身肉全吃到了，而不是只啃到一点鱼尾。第三梯队，1956年出生，2026年满70岁的朋友，你们是延迟满足策略的终极胜利者。如果你生于1956年，并且一直忍到70岁才动这笔钱，那么恭喜你，你将获得双重暴击式的奖励。第一重，因为延迟退休，你的基础福利已经涨到了 132%。第二重，你这 132% 的基数，还要再乘上过去几年累计超过 15% 的 COLA 涨幅，这是一个恐怖的复利效应。对于你们来说，2026年开始领取的金额，很可能达到62岁时就急着领取金额的 1.8 倍。我所说的多领 7.5%， 指的就是像1964年组这种算法优势，加上1956年组这种延迟复利优势，综合下来，你们的实际购买力提升幅度
但是我周杰从来不是只报喜不报忧的人。在2026年的社安金新规下，有2个巨大的深坑，正张着嘴等着吞噬你不小心掉下去的福利。第一个需要注意的事项是收入测试的潜在影响。很多1964年出生的朋友可能会考虑，今年福利基数不错，我不妨先申请领取，同时身体还好，再工作1份，有2份收入，请稍等。这个想法需要慎重。如果你在2026年还未达到完全退休年龄，社安局设定了一条收入参考线，预估大约在$23,880左右。只要你的工资或自雇净收入超过这条线，每多收入$2，社安局就会相应减少你$1的福利。这等同于对你额外的劳动收入形成了相当比例的边际影响。我在生活中见过不少这样的情况，有位年长的女士退休后去餐厅工作，1年收入超过3万美元，结果年底发现社安福利被减少了很多，甚至因为多领了部分还需要退还，相当于1年辛苦工作却收益有限。第二个需要注意的事项更为复杂且不易察觉，叫做税务起征点的长期未调整。到了2026年，许多东西都在上涨，物价在涨，工资在涨，社安福利的账面数字也在涨，但有一个标准已经多年未变，社安福利开始被计入征税的收入起征点。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，标准就一直固定在单身$25,000，夫妻共同申报$32,000。大家可以想一想，80年代中期的$3万多是什么生活水平？2026年的$3万多又是什么水平？这就导致了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。如今几乎所有些积蓄需要从退休账户取款，或者有些其他收入的家庭，你们社安福利的相当一部分都可能被计入应税收入。因此，2026年对许多人而言，可能需要全面考量。一方面通过调整有了 7.5% 的福利增长，另一方面也需要结合国税局的规则进行整体规划。道理说了这么多，咱们看看真实生活的例子。下面这3个案例都是我周杰在银铃智囊接受咨询时遇到的真实情况改编，你看看自己是在像他们一样踩坑，还是能像他们一样成功避雷。案例1，吴阿姨，她1963年底出生，想着2026年初自己刚过62岁，听说 GOAA 涨了，就急匆匆去申请了社安金，每月拿个$1,800。同时她闲不住，去朋友店里帮忙，1年下来报税收入有$35,000。结果2027年初，社安局的追债信来了，因为他没到完全退休年龄，收入超了限额，超出部分每$2扣$1福利，他被要求退回$5,000多。这意味着他有3个月的社安金等于白领了，还得吐出来。周杰点评：吴阿姨这是典型的因小失大。在还能赚钱的年纪，过早去触碰了社安金这个开关，触发了严厉的收入测试。案例2，孙先生，1956年出生，他一直坚持收听银铃智囊的建议，笃信延迟满足。他用其他积蓄熬到70岁，也就是2026年才启动社安金。这时他的福利因延迟已涨到 132%， 再叠加上几年高 COL， 每月开支高达$4,800。更关键的是，他早几年趁收入低时，把传统 IRA 转成了罗斯 IRA， 现在取钱免税，所以他这$4,800几乎全是税后净收入。周杰点评：孙先生这是教科书式的完美操作，吃满了延迟红利，又用税务规划躲开了 IRS 的镰刀。他每月钱的含金量可能是吴阿姨的3倍。案例3，郑太太，她是全职主妇，丈夫高先生1960年出生，高收入。2026年高先生66岁，我们为他家做了详细规划。虽然高先生自己暂不领取，让金额继续涨 8%， 但我们探讨了在现行规则下，如何让郑太太可能以配偶身份先领取一部分福利，同时不影响高先生未来的巨额支票。这需要对规则有极致了解的家庭总收益最大化策略。
周杰点评：夫妻搭档的退休领取顺序是一门大学问，谁先谁后，什么时候领，决策正确与否，能直接决定一个家庭未来几十年的总收入，差出一台豪华轿车来。听完这些，大家是不是觉得手心有点冒汗了？别慌，我周杰给你们准备了2026年的实操行动指南。不管你是不是那5个幸运年份的人，下面这3步你最好都抓紧做一下。第一步，立刻马上去核对你的社安金对账单。说真的，我有一半的客户连自己的网上账号都没有，请你现在就去社安局官网注册 My Social Security 账户，把最新的对账单下载下来。重点核对2样东西，一是你的出生年份和系统预估的退休时间，二是你历年的收入记录。如果发现2020、2024这种关键年份的收入记录是空的，可能因为雇主漏报或名字拼错，那你社安金基数就会大受影响。发现错误，3年内必须更正，过期就很难办了。第二步，拿出计算器，精准估算你的临时收入。在决定2026年领不领钱之前，自己算一下这个公式：你的调整后总收入加免税利息加你预计社安金的一半。如果这个数单身超过25000美元，夫妻超过32000美元，警报就响了，你的社安金部分要交税了。如果超过34000美元单身或44000美元夫妻，那就是红色警报，85%的社安金都要纳税。应对策略是，看看能不能通过控制从 401k 或传统 IRA 的取款金额，或者利用罗斯账户的免税特性，把你的账面收入压到红线以下，有时少取1000块，就能帮你省下好几百的税。第3步，对于已经在领钱的朋友，2026年1月份，请死死盯住你的银行账户入账记录，因为新的一年，联邦医疗保险 B 部分的保费很可能又要上涨，你要心里有笔账。括号2026年新的社安金总额减2026年新的医保保费等于你实际到手的钱。很多老人只看总数，觉得没涨多少，其实是涨的部分被医保费吃掉了。如果你发现金额对不上，或者根本没收到官方的调整通知，务必在1月31号前联系社安局办公室问清楚，晚了他们就默认你认可了。最后朋友们，美国这个社会，你说它公平，它也公平，规则都白纸黑字写在那里。你说它残酷，它也真残酷。这些规则复杂的像天书，专门惩罚那些不懂、不问、也不愿意学习的本分人。2026年，对于1964、1960、1956这些年份的朋友来说，是一次时代赠送的红利窗口。但如果你不小心踩中了收入测试的红线，或者掉进了税务冻结的陷阱，这红利瞬间就会变成更大的损失。我今天在银铃智囊说这么多，就是希望咱们华裔朋友都能做个明白人。咱们漂洋过海来这里，辛辛苦苦工作纳税一辈子，到了晚年，该属于我们的那一份，一定要稳稳的拿到手，1分钱都别让它不明不白的丢了。最后，我想听听大家的想法，请在评论区告诉我，你觉得美国把完全退休年龄从66岁逐步推迟到67岁，甚至未来可能到70岁，这对我们来说，到底是给了我们更多攒钱的时间，还是在变相压缩我们享受悠闲晚年的时光呢？我是周杰，在银铃智囊，我的任务就是帮你在纷繁复杂的美国政策里找到那条最稳妥、最划算的路。如果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真有帮助，请务必点赞，转发给更多需要的朋友。咱们下期再见。